当李亚林乘坐的飞机即将在墨尔本降落的时候，萧初然乘坐的货轮已经驶出了黄海，进入东海海域。登船将近24个小时，萧初然几乎没有休息，一直在脑中回想自己与叶晨这些年的点点滴滴。马兰和萧长坤一直在昏睡，这才刚刚有了苏醒的迹象。孙萌萌来到萧初然的房门外，轻轻敲了敲门，恭敬地说：“萧总，您的父母快醒了。”萧初然回过神来，擦去眼角已经快要干涸的泪水，赶忙打开门来，问他：“我能去看看他们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孙萌萌说：“他们醒了之后可能会有很多问题，稍后还得辛苦您跟他们2位解答一下。”萧初然点头道：“这是自然，我会跟他们都说清楚的。”孙萌萌便毕恭毕敬地说：“萧总，您随我来吧。”在医疗室，萧初然见到了还在昏睡状态中的爸妈。过去的24小时内，萧初然也来过几次，每次隔着窗户看到父母睡得踏实，机器显示的各项生命指征也都正常，他才能稍稍放心一些。这次，孙萌萌直接带他进了医疗室内，让他能够直接坐在萧长坤和马兰的病床中央。这时，萧初然才发现，爸妈虽然还没醒过来，但已经开始有了一些翻身、抓痒的动作，看来应该是已经离开了深度睡眠状态。马兰的意识逐渐回归的时候，他感觉这辈子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，舒服的好像浑身每一处细胞都得到了彻底的放松，要多舒服有多舒服。他忍不住伸了个懒腰，睁开眼时，朦朦胧胧地发现有个人影正坐在自己床边，他吓了一跳，睁开眼来定睛一看，才发现竟然是女儿萧初然。此时的萧初然一双大眼睛通红微肿，一看就是哭过，于是他赶紧问：“初然你怎么了？哭啥呢？”说完，忽然发现自己手指还连着血氧检测仪，手臂还有血压检测，心中大惊。慌乱中又看到萧长坤还安静地躺在旁边，这里也不是什么卧室，似乎两人都躺在了病床上。紧张的马兰赶紧问：“初然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在医院啊？咱们不是出车祸了吧？”萧初然赶紧擦去眼泪，强装微笑地说：“妈，咱们没出车祸，只是你跟爸睡了太久，所以邮轮的工作人员给你们安排了特殊监护。”马兰这才松了口气，一旁的萧长坤这时也醒了过来，同样被眼前的阵仗吓了一跳，倒是马兰淡定不少，对他说：“你看这豪华邮轮就是不一样，这病房跟那种高级私立医院的高端病房也没什么差别了吧？”说完，他忽然想到什么，赶紧问萧初然：“初然啊，这地方得不少收费吧？我看他们说的，那些私立医院住院一晚上都收5位数。”萧初然只能笑笑说：“这不收钱的。”马兰的紧张瞬间烟消云散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不要钱啊，那太好了。”萧初然此时有些失神，他想着等父母醒了，就跟父母解释一下来龙去脉，也在脑海中构思了多种话术，可总觉得无论怎么说，都有些无从开口。这时，萧长坤忽然问：“初然，我怎么对上船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是不是咱们刚从家出来，我们就睡着了？上船的时候，我俩难道也没醒啊？”萧初然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是，看你们睡得太香，就没打扰你们。”萧长坤诧异地说：“这也太奇怪了，登船这么大动静，我俩都没醒。”说完，他又追问一句：“对了，初然，咱们上船多久了？”萧初然不自然地回答：“差不多24个小时了吧。”卧槽！萧长坤揉了揉太阳穴，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：“上车就睡了，睡到上船就算了，上船还睡了24个小时，我这辈子也没睡过这么长时间的觉，该不会是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吧？”说着，他下意识要找手机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我得找我医院的朋友问问，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太对劲？不行，回去的时候去医院深度检查一下。”萧长坤感觉现在正是日子过得最好的时候，人也变得格外惜命，
对身体健康看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。说话间，他到处找不到自己的手机，于是就问萧初然：“初然，见我手机了吗？该不会是丢了吧？”马兰一听这话，也开始四下翻找，同样没见到自己的手机，脱口道：“我手机也不见了，该不会是工作人员给我偷走了吧？”萧初然见两人都有些着急，只能硬着头皮说：“爸妈，你们的手机都被暂时没收了。”没收？马兰一听就急了，气愤地说：“多新鲜啊！坐个邮轮还没收我的手机，当他是什么了？不知道顾客才是上帝吗？”萧初然一点点解释：“爸妈，咱们这次坐的不是邮轮。”不是邮轮？萧长坤纳闷地说：“初然，爸都让你整迷糊了，你不是说坐邮轮去大溪地吗？不是邮轮又是什么？”萧初然说：“咱们这次坐的是货轮，货轮确实也是带我们去大溪的方向，但我们去的不是大溪地岛，是那里群岛中的某一个。”马兰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咱不管他去什么岛，收我们的手机总是不合适吧？哪有这样的服务商？”萧初然抿嘴看着两人，一只手不安地抠着另一只手的指甲，低声说：“爸妈，咱们这次出来就不回去了。”不回去了？夫妻俩更是疑惑。马兰从床上坐起来，急切地问：“初然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今天说话云山雾罩，稀里糊涂的？你要不是我闺女，我都以为你是把我俩给拐卖了。”萧初然下定决心，坦白地说：“爸妈，我们这次去南太平洋，未来就不回金陵，甚至不回华夏了。你们也不能再和华夏的亲朋有任何联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从华夏人间蒸发，让谁都找不到我们。”“为什么呀？”马兰急了，脱口说：“咱们一没犯罪，二没违法，为什么要人间蒸发？”说完，他忽然瞪大眼睛：“哎呀，初然，是不是叶晨在外面给人看风水，看出事来了？该不会是得罪大人物了吧？”萧初然神态一下有些错愕，他没想到妈妈竟然会发散思维到这上面，而一旁的萧长坤也似乎被马兰所影响，立刻说道：“哎呀，我早就说过，叶晨他不是那块料子。刚入赘咱家的时候，他连一顿好吃的饭菜都做不出来，忽然有一天就成风水大师了。我问他从哪学的，他也说得含含糊糊，说是跟电视还是跟什么路边摊买的书上学的。这能给人看好了，还有鬼了，不就是靠口齿伶俐骗钱吗？骗得少还有可能蒙混过关，骗得多了，早晚是要爆雷的。”马兰也担忧地感叹：“是啊，关键他骗钱就骗钱吧，胃口还大得出奇。你说那王家一个多亿的别墅送给他，他就真敢要？每次给人看个风水，那也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收，给人看不出什么效果都还是小事儿，万一再弄巧成拙，给人家风水弄得更差，到时候害得人家生意受损，家破人亡，人家不跟他拼命。”说到这里，马兰更加来劲，拍着手扼腕道：“还有那洪武，那可是社会上的人物，一辈子打打杀杀的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别看他平时天天捧着叶晨，那不还是叶晨有点利用价值？他天天找叶晨给他那些朋友看风水，依我看那就是中间吃差价，把叶晨当牛马了。就拿上次去西部给人家邝老板看风水，说不定叶晨去一趟，洪武就找人家要个1、2千万，然后拿个几百万打发叶晨。叶晨虽然拿的是小头，出了事责任可是100%的，人家矿上出了事，肯定还要找叶晨算账。”萧长坤、马兰说着，情绪越来越激动。他对萧长坤说：“你看闺女眼睛又红又肿，咱们睡着的时候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，肯定是我说的那样。”说罢，他看向萧初然，紧张地问：“初然，你跟妈说实话，叶晨是不是真爆雷了？”萧初然原本是想跟爸妈坦白叶晨的身份，以及叶晨目前遇到的情况，但他心里也担心妈妈才迷心窍，爸爸视权如命，如果他们知道叶晨的真实身份是叶家的少爷，
还是安家的外孙，那他们怎么可能舍得离开这个金龟婿？就算自己告诉他们，叶晨面临着杀父仇人，以他们的性格也根本不会在意。毕竟，危险只是潜在的，钱权则是实在的。万一爸妈不甘心自己离开叶晨的决定，到时候怕是会想方设法跟叶晨联系，较尽心思让叶晨跟自己复合。可是，如果让他们觉得叶晨真的爆雷了呢？那样一来，以他们的性格，恐怕会对叶晨避之不及。别说他们偷摸的主动去找叶晨，就算叶晨找到他们恐怕也会退避三舍。想到这里，他便瞬间改变决定，说：“妈，您猜的都对，感谢有你的陪伴，祝你国庆节快乐。”